村里水田收成差，我劝大家改种藕增收。然而交钱那天，村长却带着他儿子出来阻止。我儿子是正儿八经农业大学毕业，懂技术，懂政策，听他的，准没错。你们跟着父亲就是瞎胡闹。见村民们选择相信我没有发作，只是转身投入藕田种植中。然而3个月后，一场暴雨来袭，他们却哭着来求我帮忙。交种藕钱那天，村委会挤得满满当当。我站在木桌上，把藕苗渠道、种植技术、收购价又清清楚楚讲了一遍。这些年来，因为靠天吃饭，村里水田收成格外差。为了让全村人都能增收，我费尽心思，终于找到了增收的办法。随后，我又苦口婆心劝了村民们半个月，他们这才答应下来改种藕。此刻，听到我说的，村民们攥着现金，排着队争先恐后的交钱。小亲，我们信你，跟着你种藕，总比守着低产田强。是啊，以前咱们守着这水洼，啥也干不成。现在你肯带着我们找出路，我们肯定跟着你。你尽管吩咐，只要能跟着你种藕赚钱，我们啥都愿意干。闻言，我心里一暖，眼看这事就要成了。可就在这时，人群突然分开，让出一条路来。只见村长秦建国背着手，脸色阴沉，带着儿子秦寿快步走来。都停下！谁让你们跟着瞎胡闹的？说完，秦建国径直把我从木桌上拽了下来，而他儿子秦寿抱着胳膊站在旁边，一脸不屑道：“父亲，你连农业门都没入，也敢教大家种地？”听到秦寿说的，周围瞬间安静了，大家纷纷看着秦建国父子俩，不知道他们要搞哪一出。当时我劝秦建国带着全村人种藕，他坐在堂屋的板凳上，连眼皮都懒得抬，茶碗被慢悠悠的吹凉了，我也没得到一句答复。如今藕田出去雏形，他反倒跳出来作妖。我没发作，冲着秦建国笑了笑。村长，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我们都是按规定交钱，如果有哪里不对，你可以指出来。闻言，秦建国冷哼一声，然后清了清嗓子，高声道：“我儿子秦寿，正儿八经农业大学毕业，懂技术，懂政策，大家伙儿听他的，准没错。”话音落下，村民们瞬间将目光投向禽兽。只见禽兽脸上露出了得意的讥笑，慢悠悠开口道：“种藕风险大，销路窄，纯属瞎折腾。咱们还是种水稻，稳当，但不是瞎种，是稻蟹、稻虾、稻鱼、稻蛙共生生态模式，一亩多赚好几份钱。而且现在藕苗根本不值这个价，什么为了大家增收，我看就是为了他父亲自己的腰包。他就是打着大家不知情的幌子，故意把价格抬高，想从咱们身上多捞一笔钱。”此话一出，村民们瞬间议论纷纷。真的假的？这藕苗还贵了？不会真是想多赚咱们一笔吧？那这钱还交不交啊？见所有人都开始怀疑，我沉声道：“我什么时候多要过1分钱？种藕是为了大家一起增收，你空口白牙就说我抬价牟利，安的什么心？你空口白牙就说我抬价牟利，安的什么心？我早就去镇上打听清楚了，你就是借着种藕的名义哄抬价格，赚村民的血汗钱。”说着，禽兽从兜里掏出几张纸，递到身边几个人手里。这就是证据。纸上歪歪扭扭写着价格，一眼看去，果真比我报的低了不少。可这些低价藕苗，我先前调查过，根本不能培育出好的藕，更不可能让大家增收。父亲，咱们乡里乡亲，没想到你竟然这么丧良心。就是啊，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你快把大家的血汗钱吐出来。咱们村家家户户都指望着种藕挣点钱过日子，你倒好，什么力都不出，还从大家身上要钱，你还是人吗？见我不说话，秦建国突然发话了：“水稻踏实，国家有补贴，旱涝保收，跟着村委干我都抵，跟着父亲种藕赔了谁负责？他是在吃大家的肉，喝大家的血，养肥他自己。”这话一出，村民们本就动摇的心彻底偏了。原本要交钱的人纷纷把钱揣回兜里，转头就围向秦建国父子。原来是这样，难怪说的那么好听，还是村长靠谱啊。村长说的在理，祖祖辈辈都这么种，突然改种藕，心里实在没底。真黑心啊，连乡亲的钱都想赚，我就说没那么好心，果然是打着算盘来的。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，越说越难听，直接把我说成了吃白食的蛀虫。见所有人都倒向村长，我急得上前一步：“大家别冲动，我就问你们一句，你们自己去打听过了吗？怎么就相信我是故意报高价？我不仅给你们最低的价，还能保证培育出好的藕，并且技术我也全包，收购商也定了。附近几个村谁能有这待遇？渠道、技术，你那套野路子也敢跟科班比？老老实实种水稻，别耽误大家挣钱。”听到这话，我的心口像被什么堵得发闷。爸妈这时也挤过来，拉着我的胳膊低声劝：“小亲，别犟了。村长说的在理，还是种水稻稳当，别怄气。”是啊，小亲，还是听你爸的吧，毕竟祖祖辈辈都没种过，风险实在是太大了。我望着瞬间倒戈的村民和还在劝我的爸妈，指尖冰凉。没人知道，我气象局的朋友早已私下告知，3个月后必有特大暴雨，低洼水田必淹，水稻一淹就倒伏绝收。一想到我的好心劝说，在他们眼里变得一文不值，我狠下心，没有将暴雨的事说出来。既然他们不愿意尝试，那我自己干。于是我挣开父母的手，低声解释了一番。爸妈还是将信将疑，但这次却没有再劝。我看着众人，眼神坚定道：“你们要种水稻，我不拦着，但我还是种藕。”哟，还种藕？我爹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，你是听不懂人话，还是脸皮太厚？真当自己是块料？我看你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到时候藕烂在塘里，哭都没人听你的。我没理会禽兽的嘲讽，带着爸妈
可我用心琢磨了1个月的笔记，转身就走。他们不是嘲笑我什么也不懂吗？那我偏要让他们看看，最后谁能赔得精光？拖着一身疲惫回到家时，手机突兀的响了起来，是卖藕苗的张老板打来的。村里人满心期待要跟着我一起干时，我一咬牙，定下了一大批藕苗。现在人心散了，这批藕苗退无可退。我沉默片刻，只淡淡说了句：“下午送过来吧。”事已至此，退是退不掉了。想起秦建国父子俩的嘲讽，心里的不甘愈演愈烈。于是我拿着工具，转身往村外那片没人要的烂泥田走去。这片田常年积水，土质黏重，又脏又臭，村里人早就弃了不用。后来村集体开会表决，我签了承包合同，归我所有。我蹲在田埂上，伸手抓起一把泥土细细摩挲，又看了看水情，土质确实差了些，还容易板结，但只要深耕翻土，增施有机肥，完全能改良过来，种藕不成问题。我二话不说，挽起裤脚就下了田。烂泥没过小腿，又冷又黏。我一点点清理着田里的碎石、杂草和烂树根，忙活了大半个时辰，才把一片区域大致清理干净。等我浑身是泥，喘着气爬上田埂时，禽兽带着几个人走了过来。哟，这不是咱们的大能人父亲吗？怎么，村里人不跟你干，你就自己跑这儿来跟烂泥巴较劲？我还以为你有多大本事，原来就守着这么块破田，种你的宝贝藕。我看你是疯了。我没理他。禽兽却得寸进尺，猛地伸手一推，我本就站在湿滑的田埂边，脚下一滑，整个人重重摔回烂泥田里，泥水瞬间溅了一身，模样狼狈至极。周围的人顿时哄堂大笑，极尽嘲讽。我从泥里慢慢爬起来，脸上沾着泥点，眼神却异常平静。这片田虽然低洼黏重，但有机质含量不低，只要施用生物菌肥改良土壤，完全适合潜水藕种植。你们觉得没用的地，在我眼里就是良田。一席话说的禽兽几人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，禽兽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恼羞成怒的丢下一句：“我倒要看看你能种出什么名堂，别到时候颗粒无收，哭着求村里人。”说完，带着人悻悻的转身走了。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，我一言不发。我只是在等着这些人再也笑不出来的那天。下午，我站在烂泥田里，手里攥着记录本，等着那车藕苗送到。可到了约定时间，张老板却迟迟没有动静。我一个电话打过去，那头的声音却急得变了调：“小付，坏了，我们的车到村口就被一群人堵死了。说是不让进，还嚷嚷着要抢车上的货。”闻言，我顾不上擦额头上的汗，抓起草帽就往村口跑。远远的，我就看见满载藕苗的货车被10几个人围住。秦建国叉着腰站在车头前，趾高气扬；禽兽则带着几个年轻人在车边来回转悠。我冲过去，挡在货车前：“住手！这是我的藕苗车，你们没资格拦。”你父亲，我是村长，怎么能让外村人随便进？万一出了事，你担待得起？我这是为全村人的安全着想。我心里清楚，跟他讲情理，纯属对牛弹琴，这根本不是安全问题，而是赤裸裸的刁难。于是，我转头冲货车司机喊：“往前开，我跟着你，硬闯过去。”说着，我正要拨开人群指挥货车，禽兽突然啐了一口：“还真当自己是回事了？村长都不让你进，你算哪根葱？真要种你的破藕，先过我这关。”听到禽兽说的，我瞬间攥紧拳头，死死盯着他。禽兽被看得发毛，撸起袖子要上前动手。你还敢瞪我？信不信我把你这破藕苗全掀了？话音刚落，刺耳的警笛声突然传来。刚才我在来的路上就报了警，现在警察来的正是时候。很快，警察推开门下车，目光扫过围堵的人群。谁报的警？什么情况？是我订的藕苗车被村里一群人堵在村口，不让通行，还扬言要抢货。我说完后，秦建国立刻挤出来，脸上堆起假笑：“警察同志，误会都是误会，我这不是为了村里好吗？外村的车随便进，万一带了什么危险东西，我这个村长怎么跟大家交代？万一带了什么危险东西，我这个村长怎么跟大家交代？”这时，张老板赶紧从车上下来，掏出一沓证件递过去：“警察同志，你看，这是我的身份证，还有货车运营许可证。这批藕苗是正规采购的，全程都有物流记录，绝对没问题。”民警接过证件核对，又看了看那些码放整齐的藕苗，当场批评了秦建国几句。最后，秦建国狠狠瞪了我一眼，带着禽兽和那群人转身走了。见状，我心里冷笑，他们还想刁难我，我绝对不给他们机会。警察离开后，我立刻指挥货车开进村里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一头扎进了烂泥田，几乎把家搬到了旁边。我蹲在田埂上，顺着田垄的方向，一点点把表层板结的硬泥刨开，再把藏在泥里的杂物一一挑出来，晒干后运走。光是清理杂物就耗了整整半个月。接下来就是增加土壤肥力，我把收来的有机肥铺在田面上，再和泥土翻拌均匀。一系列操作下来，村民们已经围了个水泄不通。你看他白费力气呢，这烂泥田能种出藕？做梦！放着好好的地不种，偏要跟泥疙瘩较劲，真是傻透了。禽兽那边道谢都放下去了，他这儿还在捡石头，迟早得输得底朝天。笑声在田埂上飘得很远，可我根本没空理会。等人群散去，我一抬头就看到了爸妈，他们一人拎着水壶，一人扛着一把锄头。小亲，我知道你不服气，可就算要种，也别一个人扛着，我们老两口帮你，能省点力气。说着，我妈便开始帮忙捡拾杂草根，我爸则帮我深耕土壤。依旧有村民在嘲笑，说我家的人疯了。可看着还在为我操劳的父母，我心里一暖，手上的力气也更足了。
几天过去，我整个人晒得黝黑，眼里的光却越来越亮。而另一边，禽兽也没闲着，他仗着村长儿子的身份，天天在田埂上指挥着村里人忙。村里人大气不敢出，只能默默听从一个毛头小子的指挥。至于我和禽兽的梁子，算是彻底结下了。往后每次在田埂上撞见，禽兽总要凑过来，阴阳怪气的嘲讽几句。我心里确实有气，但从不动手，也不还嘴，只是默默擦汗，继续弯腰打理自己的藕田。我心里清楚，行动才是最硬的底气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在我和父母的日夜操劳下，那片田早已换了模样。我伸手抓起一把泥土，松软温润，土质总算改善过来。藕也不负期待，渐渐冒出了嫩绿的芽尖，平铺在水面上。我不敢有丝毫懈怠，和爸妈日夜轮换着守在田边，连着好几天，我都没睡过一个安稳觉。这天夜里，我忽然听到一阵声响，紧接着雨点砸在草棚的棚顶上，心里一紧，我立刻抄起雨衣披上，冲了出去。我仔细查看每一条排水沟，确认雨水能顺利排出，藕田没有积水。这一夜，雨停了又下，下了又停，直到天蒙蒙亮，我才松了口气。可我心里清楚，村里那片共生田恐怕就没这么幸运了。他们一心想着赶进度、摆排场，压根没心思完善排水系统。田里的水只进不出，如今下了这么大的雨，积水肯定排不出去，用不了几天，稻田必然会烂根。事实正如我所料。可禽兽却完全不在意，甚至还在村里摆了一场庆功宴，宴请全村人。感谢大家这些日子的支持，我们这共生模式已经完全成型，再过几个月必然高产，到时候大家都能赚得盆满钵满。秦建国也在一旁帮腔，拍着胸脯保证：大家放心，跟着我儿子干，绝对没错。村民们纷纷附和，举杯向禽兽道贺。我和爸妈也被禽兽请了过去，说是请，实则是想在众人面前羞辱我。刚拿起筷子，禽兽就端着酒杯，晃悠着走到我们桌前，他眯着眼，目光扫过我爸妈，最后落在我身上。父亲，你看看我这高产的生态田，一年能挣上10几万呢。再想想你家那片烂泥田，扔进去的钱比收回来的还多，你爸妈都跟着你遭罪。他这话一出，周围立刻炸开了锅，村民们的哄笑声此起彼伏，还有人附和着嘲讽：禽兽就是厉害，有本事，会赚钱，不像某些人守着块烂泥田瞎折腾，自己没出息就算了，还连累爹娘跟着吃苦受累。就是说啊，傅家那小子还是别丢人现眼了。好好的地不种，偏要种什么藕，把家里的积蓄都造光了，真是不孝。想想老父那么能干的一个人，儿子竟然这么不中用，真是白瞎。一句句嘲讽的话，像密密麻麻的针扎在我心上，更扎在我爸妈的脸上。我妈的手指紧紧攥着桌布，眼眶泛红，却强忍着没说话。我爸性子急，一听这话，顿时气得浑身发抖。他猛地一拍桌子站起来：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儿子怎么丢人现眼了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儿子怎么丢人现眼了？就在我爸要冲上去和禽兽理论的时候，我妈连忙伸手拉住他的胳膊。老傅，你别冲动，当着这么多乡亲的面，吵起来更难看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秦建国这时也凑了过来，拍了拍我爸的肩膀，笑着劝道：老傅啊，消消气，禽兽就是随口说说，年轻人气盛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我知道父亲这孩子也是想干点事，就是路子可能没选对，要不还是劝劝父亲，别再折腾那藕田了，跟着禽兽学学种生态田，也能少走点弯路。秦建国的话看似劝和，实则也是默认了禽兽的说法。周围的村民又跟着哄笑起来，那些目光让我浑身不自在，我心里的火气不断翻涌，恨不得立刻冲上去，但我知道冲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拿起桌上的酒杯，倒满了酒，走到禽兽面前。禽兽，既然你觉得你的生态田那么厉害，那我敬你一杯，祝你今后生意兴隆。禽兽显然没想到我会是这个反应，愣了一下，随即又露出得意的笑容。算你识相。我没有再理会他，转身走到爸妈身边，低声道：爸妈，别跟他们置气，咱们回家。我的藕田，我自己心里有数。我爸还在气头上，但看着我坚定的眼神，终究是松了拳头。我们一家3口就这样在众人复杂的目光中一步步了出去，身后的哄笑声和嘲讽声还在继续，但我更在意我的藕田。回去时天已经黑了，我打着手电，看着田里的荷叶，心满意足。但隐约中一阵淡淡的腐臭味飘了过来，不是我的藕田，而是那片共生田。我顺着气味走过去，发现田里的水已经变得浑浊发黑，水面上漂浮着一些死去的鱼、螃蟹，散发着刺鼻的腥臭味。又过了2天，村民发现了不对劲，大家慌了神，纷纷找到禽兽，让他想办法解决。禽兽慢悠悠地来到田里，扫了一眼水面和稻苗。慌什么？我是高材生，这点小情况我还能处理不了，这是生态系统磨合的正常现象，过几天就好了，不会有危险的。村民们心里依旧担心，可看着禽兽胸有成竹的样子，也不敢再多说什么。但我知道，再过几天，这片稻田只会烂得更彻底。果然，没过几天，连绵不断的小雨下个不停，到后来直接转为连续2天的暴雨。这几天我几乎没合眼，一直守在藕田边观察情况。这片地经过我长时间改良，整体还算稳定。可暴雨来得又急又猛，我心里始终悬着，生怕之前的努力全白费。于是我每隔2个小时就起身巡查一次，在田上来回跑。几天观察下来，藕田总算没出大问题。可就在一天深夜，我刚起身，忽然瞥见田边有个鬼鬼祟祟的身影，那人正弯腰往我藕田里扔着什么。听到动静，立马跑开了。我立刻打开手电扫过去，地上散落的全是一条条死鱼、死蟹。不用想也知道，除了禽兽，没人会这么见不得我好。我压着心头火气，捡起那些死鱼死蟹，用塑料袋装好，天亮便往村长家走去。
此刻，不少村民都聚在那议论纷纷。我一进门，直接把一袋子死鱼烂蟹倒在地上，腥臭瞬间散开。周围的村民立刻发出一阵惊呼，纷纷捂住鼻子往后退。村长，你们把这些烂东西往我藕田里扔，安的什么线？父亲，你别血口喷人，谁知道这是不是你自己田里出了问题，反过来赖我们？你有证据吗？没有证据就别在这里胡言乱语，败坏我们的名声。就是父亲，你少在这里栽赃陷害，说不定是你故意把鱼虾养死，想往我头上赖。我告诉你，没有证据就别污蔑人，小心我告你诽谤。禽兽一边说，一边用脚踢了踢地上的死鱼烂蟹。而此时，村民们的议论更厉害，一部分人的脸上也露出了凝重的神色。这时，孙伯从人群里走了出来。村长，禽兽，你们就别吵了，现在不是纠结谁栽赃谁的时候。最近村里的腐臭味越来越严重了，我家稻田的水也变得浑浊了，再这样下去，稻田怕是要遭殃，今年的收成可就全毁了。这话一出，立刻引起了村民们的共鸣。是啊是啊，我家院子旁边的水沟也臭得不行，晚上都不敢开窗。我家的地里也有怪味儿，稻苗都蔫了不少，再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啊？秦建国闻言，连忙摆着手安抚大家：大家别慌，这是我和禽兽早就知道了，也已经想好解决办法了。禽兽已经琢磨好要买什么药了，只要大家凑点钱，他去把药买回来，全村的田地、水沟都喷一遍，保证这腐臭味很快就会消失。一点小事而已，不算什么，大家放心。一点小事而已，不算什么，大家放心。没错，各位乡亲，我找熟人打听好了，那种药效果特别好，就是价格稍微贵了点，单靠我一家肯定承担不起。大家每家交一点钱，凑够药钱，我辛苦一趟去买回来，喷完之后，大家的田地就都安全了，总比看着庄稼被毁、颗粒无收强吧。村民们一听要交钱，瞬间安静了下来。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没人敢轻易开口。有人低声嘀咕：不知道这药好不好使，万一交了钱没效果怎么办？家里本来就不宽裕，再交钱买药，又是一笔开支啊。秦建国见状，继续劝说，语气里带着几分施压：大家别犹豫了，这药绝对管用，我可以担保。要是现在不买药处理，等腐臭味蔓延开来，所有田地都被污染了，到时候损失的可就不是这点药钱了，那可是1年的收成啊！禽兽也是为了大家好，牺牲自己的时间去买药，大家就当是凑钱保住自己的庄稼，划算的很。放心吧，各位乡亲，我绝对不会多要大家1分钱。药买回来之后，我亲自盯着喷洒，保证不留死角，一定把腐臭味彻底除掉，让大家的庄稼都能好好生长。我站在一旁，看着他们一唱一和，只觉得无比可笑。他们哪里是想解决腐臭味，分明是借着村民焦虑，趁机敛财罢了。他们根本不懂，田里的腐臭味是水体缺氧腐烂导致的。那些死鱼烂蟹在水里发酵，已经让水质变得极差。一旦往水里乱打农药，不仅除不了臭味，反而会彻底破坏水体的生态，再也种不出任何庄稼。可我没心思再跟他们纠缠，因为我注意到云层厚重的吓人，一场特大暴雨就要来了。很快，特大暴雨席卷了整个村子，天气预报反复播报着预警，未来1周暴雨将持续肆虐。家里的气氛格外沉重，我爸蹲在角落，眉头拧成一团。小亲，这雨下的这么大，还得下1周，咱们的藕田可怎么办啊？咱们农民就是靠天吃饭，本以为你把田改良好了，能有个盼头，可老天偏不遂人愿，一个劲的下雨。爸妈，你们别担心，我对咱们的藕田有信心。我之前修的排水沟很扎实，而且我早有准备，一定能护住咱们的藕田。话虽这么说，我心里也清楚，光靠之前的准备远远不够。趁着暴雨稍歇的间隙，我立刻拨通了专业人员的电话。挂了电话，我翻出自己的所有积蓄。这场暴雨是一场硬仗，我必须倾尽所有。又过了一阵，雨势渐渐变小，我穿上雨衣，立刻往藕田走去。首要任务就是疏通排水沟。可刚走到田边，就看到不远处围了一群人，他们手里拿着水桶、锄头，正拼命地往田外排水。那片共生田早已被积水淹没，水里漂浮着死去的鱼、蟹，还有一片片发黄倒伏的稻苗。积水涨得比排的还快，忙活了半天，水位也没降多少。村民们的耐心渐渐耗尽，所有矛头都对准了禽兽和秦建国。禽兽硬着头皮，强装镇定地喊：慌什么？不就是一场暴雨吗？等雨停了就好了。我买的药已经用上了，肯定不会有什么危险，大家再等等。我没有停下脚步，眼下护住我的藕田才是最重要的。我拿着铁锹，一点点疏通藕田的排水沟。没过多久，专业人员就赶来了，雨也彻底停了。我立刻配合他们，对藕田进行全面检查和管理。可就在检查到藕田边缘时，我突然发现一处排水沟被人用泥土和杂草死死堵住了。若是再晚发现几个小时，之前所有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。不用猜，肯定是禽兽干的。他想趁乱破坏我的藕田，拉着我一起倒霉。我没有声张，只是一点点挖开疏通排水沟。为了防止禽兽暗中使坏，我在棚子的角落安装了几个简易的监控。这天夜里，我刚睡没多久，手机突然发出警报声。监控画面里，禽兽和秦建国正蹲在藕田边，堵住我的排水沟，还从袋子里掏出一条条死鱼扔进藕田里。做完这一切，两人匆匆离开了。我强压着心底的怒火，把监控录像、画面截图一一保存好，这些都是他们作恶的铁证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是被吵醒的，走出草棚，就看到村民们拿着锄头、扁担，浩浩荡荡地朝村长家的方向走去。父亲这时也来到草棚，于是我连忙问道：爸，
他们要去干什么？村里的共生田彻底崩盘了，积水退下去之后，田里的稻苗几乎全倒了，水里的鱼和螃蟹也死得干干净净。大家辛苦了这么久，到头来颗粒无收，都急疯了。现在正去村长家讨说法。听着父亲的话，我心里没有丝毫意外。禽兽和秦建国在暴雨来临之际毫无应对手段，只顾着硬撑和狡辩，甚至乱喷农药，把本就岌岌可危的共生田推向了绝境。这样一来，他们的田根本没有希望了。我没有再多想他们的结局，眼下最要紧的是我的藕田。线下正好到了翠藕收获的时节，我匆匆去了镇上。先前改良藕田的时候，我就提前联系了镇上乃至县城的收购商，打好了关系。如今我的藕刚好可以如期供给他们。当天下午，浩浩荡荡的车队驶进村子，一辆接着一辆，引得村民纷纷驻足围观。我坐在领头的货车里，目光扫过路边的村民，他们脸上满是错愕，眼神里有羡慕，还有一丝悔意。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，曾经被他们嘲讽的烂泥田，如今竟迎来了这样的热闹。我提前雇佣了几个手脚麻利的人，加上我，一行人拿着工具下了田，松软的泥土一挖开，一根根洁白饱满的翠藕就露了出来。我们分工明确，挖藕、清洗、装袋，忙得热火朝天。超市的采购商蹲在田边，拿起一根藕掂了掂，脸上满是满意。这些藕品质真好，正好供给我们超市，肯定好卖。批发商也围着藕堆不停点头，当场敲定了后续的供货协议。以后你家的藕我们全包了，只要品质好，价格好说。我笑着应下，心里满是踏实。这些翠藕一部分卖给批发商，通过他们销往各个菜市场；一部分卖给超市，包装成精品蔬菜。而田里剩下的晚熟品种，再等几个月就能长成粉糯的藕，到时候再卖给县城的饭店、餐馆，销路完全打开。忙到傍晚，第一批翠藕终于装车完毕。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了家，路过禽兽家门口，才发现禽兽家竟然被砸了，两扇不锈钢大铁门被泼的都是大粪，恶心的我差点饭都吐了。1楼的玻璃窗也都被砸了，大门紧闭，不知道家里有没有人。回到家，我妈做了一桌子菜，算是为我庆祝。饭桌上，我爸一改往日的愁容，端起酒杯，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小亲，爸以前还劝你服软，是爸错了，你做得好，没让我们失望。”我拿起酒杯和我爸碰了一下，心里暖暖的。吃饭时，我忽然想起禽兽和秦建国，于是随口问了一句：“爸，村长家后来怎么样了？我回来的时候看到他家被砸了。”哎，闹得可凶了，大家的地毁了，心血也全白费了。想找秦建国要个说法，可禽兽和秦建国到最后也没敢露面，没人知道他们躲到哪里去了，估计是跑了。听完这些，我心里没有任何波澜，既没有快意，也没有同情。当初他们百般阻挠我种藕，暗中使坏想毁掉我的藕田，如今落得这样的下场，不过是咎由自取。我妈夹了一块藕放在我碗里，轻声说：“别想他们了，咱们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好。以后藕田越来越好，咱们的日子也会越来越有盼头。”我点了点头，咬了一口藕，清甜的滋味在嘴里散开。是啊，那些不愉快的人和事都该翻篇了。从今往后，我只想好好打理我的藕田，凭着自己的努力，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。我以为经历了这次，日子总能平静一阵子。可3天后，我刚从藕田忙完，走到家门口，整个人突然愣住了。家门口密密麻麻围满了村民，看到我回来，人群自动往两边分开，让出一条路。这一幕莫名熟悉，我瞬间想起当初大家也是这样团团围住村委会，只不过现在围住的是我家。我心里一沉，没说话，低着头越过人群走进院子。刚进屋，一眼就看见村里几位说话有分量的长辈正坐在堂屋里，跟我爸低声说着什么。我爸眉头紧锁，脸色不太好看。所有人见到我进门，瞬间齐刷刷看向我。许久，最年长的三叔公先开了口：“小亲，你回来了，我们这些老家伙今天是来求你的。秦建国和禽兽跑了，村里现在乱成一团，地也毁了，大家都没活路了。我们知道以前是我们不对，是我们糊涂，现在我们就想求你带着大家一起种藕，跟着你赚钱。”父亲，咱们都是乡里乡亲的，上一次是大家不对，信了禽兽和秦建国的鬼话。这两个瘪犊子不仅没让我们赚钱，反倒是坑了我们好几万，现在跑的人影都没了。没他们两个从中捣乱，大家也不会误会你。你放心，我们肯定给你出气。他们两个从今以后别想再回咱们村。话音落下，一屋子人都看着我，等着我点头。我站在原地，沉默了很久，心里五味杂陈，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当初我诚心诚意拉着他们种藕，结果被秦建国3言2语就挑拨散了。如今走投无路了，又想起我了，我直接拒绝道：“我不是圣人，这个忙我帮不了。”这话一出，屋里气氛瞬间僵住。另一个脾气冲的长辈腾的一下站起来：“帮不了？你怎么可能帮不了？父亲，你不过就是个小辈，有点本事就翅膀硬了。我们当初是糊涂，可你不能这么绝情。大家都是一个村的，你发财了就不管乡亲死活了，传出去你脸上好看。”他越说越难听，句句带着羞辱，我心里一阵发冷。当初我劝你们别轻信禽兽，别跟风乱搞，你们听了吗？我在烂泥田拼命的时候，你们在旁边嘲笑我，现在你们走投无路了，想起我了，抱歉，我不会原谅，也不会再带你们。我说完后，他脸色一横，竟然开始跟我玩横的。父亲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这个忙你今天不帮也得帮。就是啊，往上数几代都是亲戚套着亲戚，你不能不帮自己人啊。父亲啊，我给你跪下了，
求求你帮帮我们吧！场面愈发混乱，竟真的有人要给我下跪。这时，一直沉默的父亲突然一拍桌子：“够了！我儿子说的对，当初是你们自己选的路，怨不得别人。他不欠村里的，更不欠你们的。你们请回吧，别在我家闹。”我爸说完，整间屋子瞬间安静了。那几位长辈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想说什么，却又无话可说。僵持片刻，他们最终冷哼一声，甩袖走人。门外的村民见状，也只能三三两两的散去。院子里终于安静下来。我正弯腰收拾门口的杂物，身后忽然传来脚步声，回头一看，才发现王婶站在那里。当初全村人嘲讽我的时候，唯有王婶偶尔会悄悄给我送点水，拿2个馒头，还劝我别太较真，注意身体。她是村里唯一一个没有跟着排挤我，反而默默帮过我的人。小青，忙完了，你还记得我家小雨不？去年她高考失利，整天闷在家里不肯出门，是你天天劝她，还帮她找复习资料，鼓励她再考1年。今年她考上大学了，临走前特意嘱咐我，一定要给你送点东西，好好谢谢你。王婶说着，伸手掀开手里篮子上的布，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一篮新鲜的鸡蛋。小青，这鸡蛋你一定要收下。不等我开口，王婶就把篮子塞进我手里。我握着沉甸甸的竹篮，心里一暖。当初见小雨消沉，只是顺手帮了点小忙，没想到他和王婶一直记在心里。王婶，这太客气了，我就是举手之劳，不用这么破费。这鸡蛋不是什么值钱东西，就是我们娘俩的一点心意。你要是不收，就是看不起我们。我知道你最近难，不管外面怎么说，婶子信你，你是个好孩子。听着王婶的话，我心里的委屈和愤怒被悄悄抚平了。我不再推辞，紧握着篮子点了点头。谢谢王婶，那我收下了，也替我恭喜小雨。王婶见我收下，拍了拍我的胳膊便走了。院子里还没清静多久，门口就传来了脚步声。我抬头一看，竟是2名警察走了进来，其中一人拿出一份单据，开口便让我浑身一僵。你是父亲吧？有人举报食用了你家出售的莲藕后出现食物中毒，现在已经住院，这是初步检测说明，显示样品不合格，我们需要你配合调查。食物中毒？人员，我脑子一片空白。瞬间慌了神，爸妈也立刻上前急着辩解。警察同志，这不可能啊！我们家的藕都是自己精心种的，没打过药，更没下毒，怎么可能吃中毒？肯定是哪里弄错了。我站在原地，只觉得荒谬又难以置信。我种的藕，每一步我都亲自盯着，用的全是有机肥，连农药都谨慎使用，怎么可能出现食品不合格？这里面一定有问题，一定是有人故意搞鬼。事到如今，辩解也没用，我只能跟着警察赶往医院。一进病房，我整个人瞬间愣住，躺着的竟然是秦建国。他脸色苍白，一副虚弱不堪的样子，我完全反应不过来。秦建国怎么会吃到我家的藕？又怎么会莫名其妙中毒？不等我开口，禽兽突然冲过来，一把揪住我的衣领。父亲，我爸吃了你卖的藕，现在食物中毒住院，差点没命，你必须负责。你胡说什么？我根本没卖藕给你们。少废话，今天这事，要么你赔偿100万，要么我就告到你牢底坐穿，让你这辈子都别想翻身。100万，我就算把这批藕全卖了，也远远凑不到这个数。我瞬间明白过来，这根本不是什么食物中毒，而是秦建国父子设好的圈套，摆明了是想趁机敲诈我。就在我脑子乱成一团的时候，一旁的警察上前拉开禽兽，松手，有话好好说，不许动手。事情还在调查，责任在谁？要等完整检测和调查结果。可禽兽非但没收敛，反而更加暴躁。父亲，你装什么装？我爸吃了你家的烂藕，差点死了，你还在这装无辜？你就是个心黑的杂碎，为了赚钱连毒都敢下。你以为你种点破藕就了不起了，就敢在村里耀武扬威了？我告诉你，你今天必须赔钱，不然我把你家闹得鸡犬不宁，让你这辈子都抬不起头。污言秽语源源不断的从禽兽嘴里骂出来，直到警察厉声喝止，他才不甘地闭上嘴。配合做完笔录，警察暂时让我先回去等候调查。可我人刚到家，之前的收购商纷纷打来电话，要求退货，还要我赔偿他们的损失。一夜之间，我陷入了进退两难的绝境。接下来几天，禽兽的电话一个接一个，我终于忍不下去，决定找他们当面问个清楚。出门前，我悄悄在身上藏了摄像头，口袋里还放了一支录音。推开病房门的那一刻，我整个人都愣住了。秦建国哪里还有半点病人的样子？他正靠在床头，跟禽兽眉飞色舞的商量着。等那小子松口，钱一到手，咱们就……两人见我进来，才猛地一惊，装回虚弱不堪的模样。我压着火气问道：“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”我们要的很简单，你把你家那片藕田转给我们，我们每年给你2000块租金。闻言，我终于明白了，绕了这么大一个圈，原来他们看中的是我好不容易改良好的地。见我不说话，秦建国突然道：“父亲，你别不识抬举，现在全村都知道我吃你家的藕吃中毒了，你那的在你手里也不值钱了，还背着一堆赔偿，答应了。赔偿的事我们可以既往不咎。你们这是敲诈勒索，我可以报警抓你们。我爸就是吃了你家藕中毒的，你报啊！你们怎么确定那就是我家的藕？我们在镇上的团圆饭店吃饭中的毒，是吗？我可从来没有给那家饭店供过货。是又怎么样？我们就是故意的，你有证据吗？没证据就别在这废话。这句话像一盆冷水浇在我头上，我确实还缺一个能一锤定音的铁证。见我不说话，
禽兽更加得寸进尺。怎么说不出话了？是不是被我说中了？你以为你重点破偶就能翻身？我告诉你，你这地，你这偶，迟早都是废物。识相点，就把你那片偶田交出来，我还能让你少赔点。不然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你在这村子里待不下去，让你那点心血彻底白费。禽兽的语气里满是得意，仿佛吃定了我拿不出证据。我依旧没开口，只是悄悄攥紧了录音笔，将他所有嚣张话语都录了下来。我知道现在不是争辩的时候，等我找到合适的机会，定要让他为自己的狂妄和算计付出代价。回到家，我立刻把刚才的录音、录像全部保存好，又翻出之前禽兽往我田里扔死鱼、堵排水沟的监控录像。可这些还不足以彻底扳倒他们。我坐在桌前，眉头紧锁，思考着下一步该怎么办。就在这时，家门突然被人敲响了。我开了门，却发现王婶站在门外。她听说秦建国吃了我家的藕食物中毒，特意过来看看我。我把她请进家里，给她倒了杯热茶。坐下没说几句，她突然压低声音，悄悄和我说：“我之前听到我家老王跟秦建国打电话，嘀嘀咕咕商量着什么，但我没听清，以为没什么事，就没打算告诉你。听说秦建国中毒了，我才想起来这件事。”闻言，我心头猛地一震。王婶的丈夫正好有亲戚在团圆饭店做事，一瞬间，所有线索全都串起来了。根本不是什么藕有问题，更不是意外中毒，是秦建国眼红我种藕赚钱，联合王婶的丈夫和亲戚，自导自演了一场食物中毒的戏，目的就是栽赃陷害、敲诈勒索，逼我把藕田拱手让给他们。许久，我看着王婶，轻声问：“这事要是捅出去，王叔也要担责任，可能会被处理的。”这些年他跟着秦家父子，没少干亏心事，也没少欺负我跟孩子。这次就让他为自己做的事负责吧。听到王婶说的，我懂了，他不是不心疼，是早就受够了这种日子。所以，在我请王婶替我作证的时候，他毫不犹豫地点头答应了。我把所有证据整理齐全，一并交给了律师。律师效率极高，材料一递上去，警方立刻立案侦查。真相很快水落石出，原来禽兽一开始就见不得我好，他暗中找到了王婶的丈夫，许以重金，合谋陷害我。为了让这个谎言更逼真，甚至让秦建国故意伪造食物中毒的假象，一环扣一环，步步紧逼，可谓是用心险恶，丧尽天良。但如今证据确凿，他们无从抵赖。开庭那天，我平静地坐在原告席上，而禽兽坐在被告席上，完全没了往日的光鲜，只剩下那双充满怨毒的眼睛，死死盯着我。可我已经无所谓了，到了这一步，他再怎么愤怒，也掀不起半点风浪。等待他的只有法律的制裁。法院宣判完后，我走出法庭，外面阳光正好，风轻轻吹在脸上，一身阴霾彻底散去，而藕田那边也是一片生机勃勃。真相大白后，之前那些在我最难时选择退货的供货商，纷纷回头找我，想继续合作，我全都婉言拒绝了。信任这东西，碎过一次就没必要再勉强。我重新找了一批更靠谱的新供货商，粉藕一上市就被抢订一空，回款十分可观。我拿着这笔钱，把老家的房子彻底翻新装修，又在城里买了一套房，给爸妈留作养老。种藕依旧是我的日常，只是如今再也不用防备谁，再也不用忍受旁人的嘲讽和算计。至于村里人，他们后来见到我，一个个羞愧难当，都低着头。偶尔有人鼓起勇气过来道歉，我也只是笑着摆摆手。人总要往前看，不能一直揪着过去的过错不放。时光荏苒，1年的光阴悄然流逝，在父母的支持下，我放下了过往的恩怨，像当初一样，把种藕的技术、改良土壤的方法教给大家。我一边鼓励他们，一边带着大家从小面积试种开始，每天细心观察藕苗的生长情况，及时调整种植方法。遇到不懂的问题，我就查阅资料，请教专家，再把学到的知识分享给大家。很快，藕苗渐渐长大，翠绿的荷叶铺满了整个藕田。村民们看着生机勃勃的藕田，脸上渐渐露出了笑容。大家再也没有了当初的迷茫和抱怨，取而代之的是团结和睦的温情。到了收获的季节，藕田里一片欢声笑语。我们把收获的莲藕运到城里，凭借着新鲜的品质和独特的口感，很快就被抢购一空。每个人都分到了丰厚的收入，日子也一天天过得红火起来。因为我带领村民发展种藕产业，走上致富路，村里和镇上都对我给予了高度认可。不久后，我被评为乡村振兴先进个人，受到了表彰。我站在领奖台上，看着台下的父母，心里充满了成就感。我知道我想要的那种生活，终于在今天实现了。后来，我收到了王婶的信，她说她去了儿子上大学的城市，找了一份轻松的兼职，一边陪着儿子，一边过自己的小日子，不用再看谁的脸色，不用再忍气吞声。信中还附了一张她和儿子在校园里的合照，照片里的她笑得格外温柔。又是一个傍晚，我陪着父母坐在院子里，看着天边的晚霞染红了半边天，远处的藕田传来隐约的蛙鸣。父母絮絮叨叨地说着家常，语气里满是满足。如今，禽兽父子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了代价，王婶挣脱了不幸的生活，村民们找到了踏实致富的方向，而我也在这片曾经的烂泥田里收获了财富、亲情，还有安宁。风轻轻吹过，带着藕田的清香，也带着希望的气息。我知道，我们每个人都在朝着属于自己的光亮稳稳前进，往后的日子只会越来越暖，越来越亮。曾经的泥泞与风雨，终究都变成了脚下的路。